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是当你的身体怎么讲，你的身体的运用啊，没有达到一个那个能力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会明白啊，就是刚刚讲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困扰你很久了吧，是不是？困扰很久，为什么？因为没有当跟跨的能力。胯没落，也没有当，所以我的重心要往前，我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我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我不这个样子，我怎么让重心往前呢？力往前走呢？那是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当跟胯的作用，因为不会用当跟胯。当我们多了2个工具，什么工具？当跟胯。我多了这2个工具的时候，当我再往前移的时候，我就不是用膝盖往前走啊，我是用裆往前走啊。所以当我膝盖往前走的时候，你看我膝盖往前走，我的力量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虽然在这里停下来了，可是你的力量那个势的走向，它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的？势没变嘛，它不会下来呀，它不会下来啊。懂不懂？那你有当跟胯的时候，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走的是什么路？我走的是这个路啊，我走的是这个路啊。所以当我在移动的时候，我的膝盖，就算我膝盖在这边，我膝盖我不动它，我还是往前推，我的力量还是往前推，还是往前推，还是往前推。力量上哪去了？力量上这边来了，这边下去啊。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嘛，是不是这样子？就除了这个方式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方式？是这个方式嘛？好，那武术或者说这个拳，它需要什么方式？什么方式是对这个拳对你这个动作是最有力量、最有效的、最合理的？那就看你的力量是怎么走的啊，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的力量能不能符合你的目的？懂不懂？检验的方式就是这个。好，你的重心要往前移，你为什么要往前移？你为什么要往前移？你说我要往前推，我往前移，可以。你推的力量是什么？是后往前的。后往前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好，你说我往前推，我的力量后往前，所以我这个走到这边了，你走到这边了，你怎么办？走到这边了，你怎么办？因为你这个力量已经没有办法走了，晓得吗？所以你往前推，它变成两条路了。你就算用后腿，当你后腿的出来，你给了2条路，一条路是这个，一条路是这个，这2个是变成平行路，听不懂啊？你往前推，你不能帮助它，你反而分散了它，而且你的膝盖推到一个地方，它就死掉。那我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刚才讲这个样子呢？我这样的时候，我这个力量，我这边力量是往下的，所以我这个当起来，我这个力量是完全是给他的，完全是给这个，我只有一条这个路，而且我这个是往下走，我这个往下走的，所以我的平衡没有变。你如果是这个样子，你的平衡变了。听不懂啊？所以为什么一个问题会变成问题？一个问题会成为问题，就是能力没有到嘛。晓得吗？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嘛，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有阻碍的时候啊，或者有什么时候，不要在那个上面死磕，不要在那个问题上面、那个困难上面死磕。它之所以变成你现在的困难，是因为你的能力还不足以克服它。
当我的能力可以克服它，它就不会成为困难了嘛，是不是？所以不要在这边死磕，你换一个方向，然后同时增加你的能力。这个时候，当你的能力增加了，问题就没有了。晓得吗？啊，所以练拳也是一样啊。也能发现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表示你练了很久，你有反思，是不是这样子？你有反思，然后你有觉得不对劲，它才会变成一个问题嘛。那很多人练一辈子就是这样练，他不觉得是问题吗？我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一般少林拳最基本的，所谓的弓步出拳，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后腿受力，全腿，那这个是大腿的力量，还是说运用胯的力量？也是不对，这就我上礼拜讲的嘛。你一个弓步的力量，你弓步的力量它不是这个力量，不是这个力量，弓步的力量是这个力量，是这个力量，是撑开的这个力量，晓得吗？而且弓步的重量不在前腿，在后腿，一定要记到这个。我们等一下练肘掌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观念。OK， 那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后腿受力，弓箭步嘛，前弓后箭，推，然后身体转，力量甩出去。那么在八卦的话，就是说这个胯变成重要。胯跟什么筋的连结，因为你打一拳出去，不是靠单一的局部的力量的，你是靠一个整体的力量。所以我这个弓步出，我要出一拳，我不是这样出，我也不是这样出，晓得吗？我是这样出，我是这个力量，我是这个力量，这个力量不是这个力量。所以我就算是我的方向，我如果是这一个，我的身体是不是已经正了？是不是？那你打这一拳的时候，我如果是从这边一带，那个长拳里面，少林拳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嘛，比方一开始是不是这样子？开始这个一带，这个出拳嘛。好，请问你这一拳什么时候出？你什么时候出这一拳？你说我这个是用腿蹬，用腰转，好，你从这个地方出一拳，我的拳从这个地方出，可是呢，你的腰往哪转？你的腰往这边转，那怎么会对？因为你的腰往这边转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力量在哪边？你的身体力量在这边啊，你的身体力量在那边啊，可是你要打的对象在这边啊。所以你的手的方向跟你的腰腿的方向错了，看不懂？所以它是你一带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过来了，我是在这里打，这棒一下，我是在这里打，我不是在这里打，我不是在这，我如果是这样打的话，我的拳应该是什么拳？我这样子的话，我的拳应该是这个拳啊，这才符合我身体的力量嘛。听不懂？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去仔细的体会、仔细的研究。当我做出这一个攻击，我做出这个力量的时候，我的身体，我是不是我身体每一个地方都配合这个？这个叫做整，这个叫做三合。听不懂？当你不对了，你变成。比方讲，这腿往那边去了，这个腿的力量是不是往那边去？你的腰又往这边，然后你的拳要往前打，你这个动作里面有3个方向的力量。那怎么会整？听不懂？
所以我说看拳跟我们研究拳要研究什么？要研究力量，要研究力量的方向。你的方向对了，你的结构一定对，因为它是动态嘛。你说我静态的，我马步怎么样，弓步怎么样，这个不用讲，我调你的结构，你结构站好了就好了。问题是你一动呢？你一动呢？尤其国术很麻烦，它是一动全都在动啊。它是一动全都在动啊，它不是那种拳站定了以后砰站定去打拳啊，它不是这样的东西啊，它是我一动我是全部在动啊，我的力量是在整体的运动当中发出来这个力量，所以你在整体的运动当中发出来这个力量，你的各部分，你的各个部位是不是跟你要达成的那个力量整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嘛。比方讲太极拳好了吧，太极拳的掤，太极拳的掤啊，很多你看太极拳在做掤的时候是什么？它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做这样子的，这样掤嘛。你是不是看到很多做这样掤？那我请问你啦，你的掤的方向是在哪边啊？你的敌人在哪边？你的敌人在这边，你的掤的方向是要在这边还是在这边？因为你的掤如果是做这样的掤的话，明显的你的力量是什么力量？你的力量是这样的力量啊，那是斜飞式啊。斜飞式我是用这样的力量嘛，是不是？斜飞式我是这个力量嘛，所以他走的是什么？他走的是把别人往这边带，是这个力量嘛。那掤不是嘛？掤不是啊，掤是一个张力啊。所以你的掤是从哪边走的？是你在这边我们练是不是？你把身体放正了以后，从这边才开始掤啊，是不是？这样子我的整个结构跟我要去的方向它是整合的。你这个样子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掤到底要往哪里去。听不懂所以要去研究，要去研究这个力量它的合理性。你这个力量到底合不合理？合什么理？合你的目的，达成目的的这个理，跟你这身体的结构的理。听不懂所以腿上面啊，腿上面啊，我们的桩的功能是什么？不管你是马步、弓步、含击步还是什么步，请问桩的功能是什么吗？桩的功能是什么？你先要搞明白这个。我们在站桩的，请问你一般盖房子，桩的功能是什么？稳定的着力点。稳定的嘛，稳定它可以承受压力嘛。上面你再怎么动，它的桩是不会动的嘛，这才是一个桩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上面也在动，桩也在动，这就不是桩了嘛。所以当我上面在动的时候，桩不可以动啊。听不懂？这才是一个桩啊。好的吗？结构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我们以前有讲过结构啊，有叫你们去看那个《结构》这本书啊。结构的基本功能是什么？稳定。什么稳定啊？结构的基本功能是什么？你以前没有听那个结构的基本功能是什么？结构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我跟你们讲的时候讲了多久？讲结构让你们去看那个书，你们都没听话。你的头脑里面没有这种基本的观念的时候，你在练什么东西啊？
你凭什么来决定你练的是对还是错？我凭什么来说你练的对还是错？这种基本的物理的这种基本的这个观念你要有啊。结构的基本功能，这房子有结构吗？请问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力量分配，承受压力嘛，跟力量分配嘛，是吧？这是结构的基本功能啊。你的结构如果达不到这两个功能，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结构了嘛。所以我凭什么说你这个结构是错？我凭什么说你这个结构是错？因为它达不到那两个功能。这样不懂？哎，你们有很多这种基本认识一定要有，一定要变成你的头脑里面的一个啊。以前可能没有这样讲，可是很重视结构，很重视结构，很重视我们讲的体。它可能不是说结构，它可能是说那个体啊，它可能是说那个整啊，它指的就是那个结构嘛。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练的每一个基本功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功能在的嘛。你要清楚它是干什么用的，你才能去练它。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你练到底怎么对怎么错？我为什么说你这样是错？我为什么说你这样是错？为什么说你放到膝盖是错？因为它不能承受压力啊，压力都在膝盖啊。这样不懂啊？所以练拳不要瞎的练。我跟你们讲很多的观念，一定要记，一定要去思考。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可是你自己要去思考。你要去思考，我为什么要买结构那本书？人家是人家是建筑的书啊，我为什么要买那个书？因为人家把结构研究的很完整嘛。那我们人也是一个结构啊。我以房子来讲，我们也是一个房子体啊，我们是一个结构体啊。我们把自己练成要有那个结构体，我才能承受压力，不管是我自己的压力，还是外来的压力，还是我行动产生出来的压力，我的结构都要承受这些压力。那跟房子有什么差别？跟房子在地震之中，他们设计那个结构能够承受地震的那个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一样啊。我们在推手，你在推手，你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房子遇到地震了？那他们研究的那个原理是什么？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跟武术里面一样啊。那他们讲的比较透彻啊，比较清晰啊，你为什么不看呢？为什么我们不去吸取他们研究的结果呢？可能我们有在做，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的那么清楚，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形容的时候都是用什么？都是用感觉在形容，都是用感觉在形容。那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是不是？可是他们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不一定是我们练的东西的全部，可是它是基本。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去吸收，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放到头脑里面，当做什么？检验我们自己，跟我们去看别人选择好跟坏的一个标准。你头脑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你才不会练了半天，你头脑里面什么都很乱，听不懂？晓得吗？没有这个，我凭什么说他错？他说的只是派别不一样，不对。很多人就说，那是因为派别不一样，他们那样练是他们那一派别，不对。我不管你什么派别，人体就是人体，合理的结构就是合理的结构。听不懂？啊，这个是你们要去
用心的，要去用心的，啊。好了，我要喝点水了。Here is the path of the force. So the force follow the structure. What is the structure? Correct the joint position. Right? Yeah. So you need to follow that. If your movement against that, your issue of power against that, that's wrong. OK。